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我现在马上要去慕尼黑的啤酒节，这一身丁的已经很久没有穿过了。我上一回去啤酒节应该是1-2年之前吧，当时我还在上一家公司工作，然后当时是公司在啤酒节订了一个桌子，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去，有点像团建这样。然后我记得当时第2天我要去韩国出差，当时还是疫情期间，就是需要去之前，包括到达的时候要去测这个核酸，所以当时特别紧张，就怕啤酒节上被感染了，然后没有办法出差，所以当时也就随便待了会儿就走了。在之前我其实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去的啤酒节了，所以这身衣服真的是挺久没有穿的了。啤酒节在德语叫 Oktoberfest 嘛，如果直接翻译其实是10月节，但是呢其实10月份开始这个啤酒节马上就要进入尾声了，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在10月份举行的节。那我们今天就一起去啤酒节去看一看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。我真的也是很久没有去啤酒节了，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是可能有很多非常新鲜的东西。然后刚才说了，现在已经是10月份了嘛，其实是有点冷的，像今天外边都是特别那种阴雨的天气，所以我带了这个薄羽绒服，然后下边也穿了，就是不是光着腿的，就真的还挺冷的，所以现在就出发吧。这个人在这收集瓶子。现在大概是下午的4点左右，我们已经到了啤酒节现场。因为我们在啤酒大棚里定的位置是晚上6点入场，所以先在外边随便逛逛。啤酒节的一开始其实是为了庆祝巴伐利亚王储路德维希，也就是后来的路德维希1世和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的特蕾莎公主的婚礼。当时婚礼结束之后呢，王室决定在慕尼黑为公众举办一场庆典，包括了赛马等等活动，一共持续了5天。这次庆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，所以慕尼黑啤酒节就是从1810年的这场盛大庆典开始，成了一个全球的啤酒狂欢节。今年2024年是第189届。当时举办庆典的场地是一大片草地，后来呢就以当时的新娘特蕾莎公主名字命名为特蕾莎草地，德语叫 Theresienwiese。Wiese 呢就是草地的意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当地人为了方便，开始使用带一点慕尼黑本地语言习惯的 Wiesen 这个词代表慕尼黑啤酒节。所以像我同事啊，他们不会说去 Oktoberfest， 他们会直接说去 Wiesen。来啤酒节的小伙伴可以直接认准地铁的 Theresienwiese 站，或者这一站的相邻站，其实都可以下车，跟着人流走过去就可以。这一片场地大概有60个足球场那么大。啤酒节的各种设施都是要每年重新运来安装的。在这个地方，除了啤酒节，还有其他的活动，比如春季、冬季的园游会啊，一些跳蚤市场什么的，都是活动举办前现组装设施，活动结束之后拆了运走，所以没有活动的时候，这里就是一片空地。虽然啤酒节已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民间节日，平均每年有超过600万人次的游客，但是大部分还是德国本地人，其中巴伐利亚本地人占了很大一部分。所以对于当地人来说， Oktoberfest 是展示巴伐利亚传统文化的重要场合。
游客和当地人都喜欢穿着传统的巴伐利亚服饰参加活动。男性通常穿皮短裤，也就是 Lederhosen， 配衬衫以及各种配饰、帽子、袜套等等。女性呢，则穿着丁的连衣裙。真正的传统服饰是很贵的，一条皮裤几百上千欧都有，而且很多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女生的连衣裙呢，也是纯手工制作，用料非常精良。如果不想花大价钱买真正正宗的传统服饰，又想在啤酒节亲身体验一下巴伐利亚风情，可以去像 H&M 这种店，都有不到100欧的一套服饰，或者可以在现场附近商铺租一套，大概几十欧就可以。啤酒节当然不只有啤酒，还有很多传统的游乐项目。除了耳熟能详的过山车、海盗船这一类的，我觉得特有意思的是带有当地特色的娱乐设施，其中一个就是 Toboggan， 它算作是慕尼黑啤酒节最古老的娱乐项目之一了，有100多年的历史。经营这个项目的 Conrad 家族从1920年就开始了，一代一代传下来。这个家族亲自负责所有的修复和维护工作。它其实是一个传送带，速度只有每小时10公里，从底部到达顶部。登顶之后呢，可以从另一边的滑梯滑下来。看似简单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没办法在这个移动的斜面上保持平衡。如果你只想体验一下，可以选择让工作人员拉着你一起上去。但是呢，大家都喜欢看的其实是各种滑稽的摔倒，各种手足无措。尤其是夜幕降临以后，开始有醉鬼开始尝试，谁能成功完成，下面的人都会为他欢呼。但是呢，谁能把娱乐效果拉满，当然就会更受欢迎。啤酒节的核心呢，是那些巨大的啤酒大棚，每个大棚由不同的啤酒厂赞助，规模可以容纳几千到上万人，而且每个大棚都有它独特的风格和特色。我们之后要去的呢，就是慕尼黑皇家啤酒厂的大棚。大棚里的座位很难定，有的甚至要提前1-2年。如果没有预定的话，可以早一点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位置。如果人不多，2-3个人这样的话，挤一挤还是有可能的。如果棚里没有位置，在外边吃吃喝喝也很不错，有烤鱼、拜仁传统的馍夹肉，想吃甜食的话也有很多选择，像飘香的板栗呀、巧克力酱煎饼等等。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进棚啦。6点的时候，其实气氛还远没有达到最热闹的时候，大家都还需要热热身，逐渐进入状态。在棚内吃饭一般是以前餐开始，一个上面有香肠、火腿、水萝卜、蘸酱什么的大板子，再给几个超大号的碱水节面包，5个人起订，按人头收费，每个人14.5欧。之后正餐呢，最典型的就是半只鸡、炸牛排、烤猪肘、脆皮猪肉这些，价格呢10几欧到20几欧不等。在慕尼黑啤酒节，啤酒的规格是以 Maß 为单位的，1 Maß 就是1升。如果喝不了那么多啤酒，也可以选择比较有特色的 Radler， 像我点的呢就是1升 Radler。这个呢是啤酒和柠檬水1比1混合的饮料，有点啤酒味儿又有点甜味儿，比较爽口。完全不能喝酒的也有无酒精饮料。
大概8点多，大家就有点喝开了，乐队开始演奏特别耳熟能详的当地民谣或者流行歌曲，反正是要适合大合唱的那种。大家开始站在椅子上，端着酒杯开始吼，这个装着1升酒的酒杯就真的还不轻呢。这个时候就不要在意旁边人的酒可能溅到了你的身上，或者椅子被别人踩了，主打就是一个放荡不羁，开心就好。晚一点从大棚出去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晚上的游乐场就有一点赛博朋克的感觉，因为在德国很少有这种大分贝和高密度灯光一起冲击的场景，和远处肃静黑黢黢的教堂融合在一起，真的是挺特别的体验。啤酒节没有门票，可以1分钱不花，感受感受气氛。如果想吃好玩好，其实准备人均50欧元就差不多了，可以喝扎啤酒，吃美食，再玩1到2个项目，当然上不封顶。园区呢不能带大包，女士的小包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带饮料。如果有大家行李，园区外边有付费的寄存处。今年的啤酒节是10月6号落幕，发视频的时候呢，应该离闭幕还有几天。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，或者收藏一下这个视频，留着以后用。好啦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了，谢谢你的观看。以后还会分享更多我在德国的日常生活，记得关注我，拜拜啦。